最近文娱圈和商业监管的交叉地带又冒出一条看似平常，实则暗流涌动的消息。天眼查 App 显示，合肥新巨亮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因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合肥市包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乍一看，这好像就是工商系统里一条常规的动态更新，但稍微顺藤摸瓜就会发现，这家公司之前曾因侵权王一博被媒体曝光，最后还公开道过歉。说实话，把侵权道歉和经营异常这两件事放在同一家企业身上，确实挺值得琢磨的。我个人觉得，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地址核查未通过，更像是一块试金石，照出了当下部分文化传媒公司在流量追逐与合规底线之间的失衡。咱们平时刷热搜看到的多是明星作品、商务代言，但背后的公司如果连最基本的工商登记地址都失联，那商业信任的底座其实早就松动了。咱们不妨把这家公司的底子摊开看看。公开信息显示，它是2022年11月才注册的，满打满算运营也就3年出头。法定代表人叫梅雷，注册资本写着1000万人民币，股权穿透图非常清晰，是梅雷个人100%全资持股。经营范围写得挺体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市场营销策划、电影摄制服务、文艺创作等等，基本把影视宣发、艺人商务、内容制作的常见赛道都覆盖到了。但从实际商业运作的角度看，1000万注册资本在如今的传媒行业里更多是个门槛数字，实缴情况往往另有账本。全资持股虽然决策链条短、执行力强，但也意味着风险高度集中，一旦风控缺位，很容易出现一人拍板、全盘承压的局面。我平时跟做企业的朋友交流，这类轻资产文化传媒公司很多都走快注册、快包装、快接单的路线，名字起得响亮，业务范围写得全面，但真正考验功力的是日常的法务审核、财务规范和地址管理。说到底，门面再光鲜，如果地基没打牢，风一吹就容易晃。这不是悲观，而是商业常识。再把时间轴往回拨一点，聊聊之前侵权王一博那档子事。现在明星的肖像权、姓名权、声音权益早就不是随便用张图那么简单了，背后是一整套成熟的授权体系和维权机制。媒体此前报道过，这家公司在未取得正式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将王一博的形象或名义用于商业宣传，后来被艺人团队法务盯上，最终只能公开道歉。这事儿放在今天的文娱生态里其实并不罕见，但罕见的是，道歉之后，公司似乎并没有把合规真正沉淀为日常流程。我个人一直认为，危机公关的道歉只是止血带，真正的康复靠的是建立版权审核 SOP， 明确商务对接边界，留下授权留痕。很多小型传媒公司为了抢热点、蹭流量，习惯抱着先用再说，被追责再低头的侥幸心理，但现在的维权响应速度和法律执行力度早就今非昔比。从行业观察的视角看，这种先侵权后补救的打法，短期可能换来一点曝光，长期却是在透支企业的信用额度。毕竟，粉丝的眼睛不揉沙子，法律的红线也不讲情面，一次道歉能平息风波，但信用一旦留下划痕，后续想接优质项目就会处处受限。那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到底在法律和商业信用体系里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可能误以为就是工商局上门封门，其实没那么严重，但它绝对是个明确的预警红灯。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规定，如果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实地核查、邮寄信函或电话联系，发现企业根本不在注册地址，或者处于失联状态，就会先将其纳入异常名录。这步操作不是直接吊销营业执照，而是给企业留出一个整改缓冲期，督促其尽快办理地址变更或补充说明。但问题在于，一旦进入异常名录，企业的招投标资格、银行授信、平台入驻、品牌合作被调都会受到直接限制，拖久了还可能升级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我常跟创业者说，现在做企业，工商信用就是一张隐形通行证，地址失联看似是小事，但在合作方眼里，它传递的信号是这家公司连基础运营都维护不好，我怎么敢把预算交给你？合规从来不是锦上添花的装饰品，而是商业合作的入场券。这点道理，越往产业链上游走，体会越深。把镜头拉远一点，这类文化传媒公司频频出现经营异常或短命注销，其实折射出整个文娱生态某种结构性的焦虑。这2年影视宣发、短视频带货、艺人周边赛道券的厉害，不少公司为了抢项目、拼档期，采取的是轻注册、快周转的轻量化打法，租个共享办公地址应付工商登记，实际团队分散在各地，甚至远程协作，业务靠外包和临时工撑起来。
这种模式在风口期确实跑得飞快，但一旦遇到抽查、稽查、版权纠纷，很容易因为地址查无此人授权链条断裂账目无法对应而集中爆雷。从专业风控的角度看，文化传媒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会包装热点，而是能稳定交付加守得住规矩。我接触过不少活得久的宣发和内容公司，他们的共同点是把合规放在跟创意同等重要的位置，合同有法务逐条审，注册地址有专人定期核验，艺人授权有系统化留痕。反观那些一出事就冷处理或玩消失的，多半是前期为了省成本、图省事，把风控当成了可选项。说实话，市场永远在淘汰那些只想走捷径的人。文娱产业看着热闹，但底层的商业逻辑很朴素，你尊重规则，规则才会给你留位置。再聊聊粉丝群体和公众舆论怎么看这类事件。王一博的粉丝基数大，组织能力强，平时对偶像的权益保护非常敏感，一旦发现有公司打擦边球或未经授权使用形象，往往会自发收集证据，向平台投诉，甚至联合律师发声。过去外界可能把这种现象简单贴上非理性追星的标签，但现在看，它客观上正在倒逼行业建立更透明的授权机制和更规范的商业操作。我个人觉得，粉丝的较真不是坏事，它实际上成了明星 IP 商业化过程中的民间监督员，让那些想靠信息插赚快钱的公司不敢轻易试探。当然，真正定因的还是法律。民法典明确保护自然人的肖像权、姓名权，擅自用于商业引流，轻则停止侵权、赔偿损失，重则面临行政处罚。公司进了异常名录，虽然不直接等同于违法，但在后续诉讼或合作进条中，会大幅降低其抗辩可信度。咱们普通观众可能觉得不就是个公司找不到人吗？但在商业世界里，信用就是复利，一次失信，可能错过的是未来10次优质合作。长远来看，只有把尊重知识产权和规范企业治理刻进日常，文娱公司才能从快消型团队蜕变成可持续品牌。合肥新巨亮影视这家公司的异常名录事件，算不上什么惊天大瓜，但绝对是个值得从业者、品牌方甚至普通观众坐下来好好消化的案例。它无声地提醒我们，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合规从来不是拖累脚步的包袱，而是护航远行的压舱石。无论是影视制作、艺人商务，还是短视频宣发，最终拼的不是谁跑得更快，而是谁走得更稳。我常跟做内容的朋友聊，创意可以天马行空，但公司运营必须脚踏实地。地址要真实可查，授权要清晰留痕，财务要规范透明，道歉要诚恳落地。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规矩，恰恰是抵御市场风浪的最强铠甲。未来几年，文娱行业的监管只会越来越精细化，信用体系也会越来越互联互通。那些愿意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的公司，才会真正活到最后。咱们作为旁观者，不妨也多一分理性，少一分猎奇，用更专业的眼光去看待每一次工商变更，每一次侵权纠纷。毕竟，一个健康的文娱生态，从来不是靠热搜堆出来的，而是靠每一个环节都守规矩、讲信用，慢慢熬出来的。这事儿，咱们且看且珍惜，也且行且清醒。